想要学习成绩好，到底需不需要惊为天人的天赋？需不需要超越凡人的努力呢？这里跟大家做个调查，如果你觉得学习成绩好是靠天赋的，扣一波1；如果你觉得是靠努力的，扣一波2。学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一下，可能在身边朋友的眼中，学长是个从小到大就天赋爆棚还努力内卷的人，俗称别人家的孩子。说天赋，似乎我可以轻描淡写的考个985，然后大学随随便便的拿个国奖，本科毕业了还能全奖去美国名校念书。说努力，似乎我也可以每天毫不费力的学13个小时，全年无休，现在也连续坚持了10几年了。也许在别人的眼中，学长非常光鲜，但是我自己是清醒的知道，我的天赋根本就不值一提。至于努力，在真正的卷王面前，我啥也不是。论天赋，我同样背书会很慢，难题一样想不出来。论努力，我和当年省的状元还有竞赛大神都做过同桌，和这些大牛一比，我就是个混日子的。我今天再去回想这么多年的学习经历，我是感觉虽然我的成绩不错，但是其实我既不是靠天赋，也不是靠努力。如果你以前看过学长的视频或者文章，你都知道学长不喜欢分享那些不能实操的学习方法，那些把好成绩归咎到天赋或者努力上的理论，其实对你都没什么卵用。你用那些理论是没有办法落地实操成为学生的。那么成为排名前1%的高中生，不靠天赋也不靠努力，那么到底靠的是什么呢？我们解决任何问题都要先看本质，高考考得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高考的核心就是在固定的3年时间内求得高考得分的最优解，这个才是高考的本质。历史上从来没有人高考是能考满分的，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每个科目每个知识点都要完美的学好，我们只要做到自己能达到的最大值就好了。解决这个问题无非就是如何把我们手上的资源都去合理分配好。那么我们手头上有什么资源呢？其实只有这么几个：第一，精力；第二，时间；第三，心力；第四，体能。所以结论就是，排名前1%的高中生靠的不是表面上的努力和天赋，而是深层次的如何高效分配资源。这期视频学长就会告诉你我是怎么一步步成为排名前1%的学生。这篇文章总共8000字干货，在知乎上有22000的收藏。学长敢保证，绝对不超过1%的学生能够看得完这条视频。你把它看完了，执行了，马上就超过99%的人。我会从精力分配、时间分配、心力分配、体能分配，分别给出实操指南。哪怕你现在不是学霸，对着视频抄都能进好的大学。长按点赞，我们马上开始。第一个，我们先来说精力分配。所谓的做好精力分配，其实就是把精力都放在容易出效果的地方。我们要搞好学习的精力分配，其实和找对象是很像的。那找对象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做的事情得是对方喜欢的，不能是自己自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有2个男生在同时追求一个女生，第一个男生他会想方设法从各种渠道了解这个女生的喜好，知道她平时喜欢的运动是练瑜伽，在吃的方面，奶茶可以偶尔来一杯，但是不能多喝。最关键的是，吃饭的时候绝对不能加香菜。然后每次去约会，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他的精力都用在投其所好上。另外一个男生呢，他的精力就放在每天不停的给这个女生发微信，每天发几百条，在吗？在干嘛？睡了吗？想喝香菜味的柠檬茶不？我给你买啊！你们可以在弹幕说一下，如果你是这个女生，会愿意跟哪个男生处 CP 哈？其实学习和处 CP 是很类似的，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每件事情它的回报是不一样的。和恋爱不同，对待学习，我们要做学习中的海王，而不是学习中的舔狗哈。那学习中的精力分配该怎么做呢？其实就2点。先把精力合理的分配到不同学科，然后再分配到同一学科的不同考点上。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小点，学科精力分配。这里学长直接给出一个硬核精力分配公式，这里是用了一些高数的知识了，如果没看懂也没关系，可以点点关注，然后我们私信交流。公式看着很复杂，但是本质就一句话，你把精力放在不同的学科，他们的产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高中的时候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去搞竞赛了，到了高3我的其他学科就直接拉了。我碰到的这些学科基本上就是那是啥？不会吧？我能假装高考不考吗？那在我痛定思痛疯狂赶进度之前，我把我手头的科目都梳理了一下，我发现我的这些学科其实可以分成这么3类。第一类是小白期，我太多题目不会了，
我碰到这类学科，一做题就开始怀疑人生，我就想 emo 了。我对课本说的那些基础概念，还有那些应用场景，不能说完全不懂吧，只能说是一窍不通了。所以我去做高考真题，分数是不及格的。第二类是筑基期，我错的题目太多了。这种学科其实我对考试考察的概念还是有点思路的，不过我会对自己有那种迷之自信，懂吧？就是觉得自己比懂王还懂，但是又因为我看的题不够多，总结的套路也不到位，一旦出题老师来个诡计多端的陷阱，我本来应该拿到的分数就全部丢了。一到考试，我这个小懂王就被打回原形了，连80分都拿不到。第三类是冲刺期，难题完全不懂。这类学科90%的题目我基本上都能解出来了，但是到了压轴题我就懵了，而且我发现刷题对我已经没用了，我只能花大力气去拆解总结难题的套路，还要靠一点点运气才能拿到满分。然后我是这么来思考这3种类型的科目的。从投产比的角度来说，筑基期的学科投产比是最高的，小白期的学科投产比一般，冲刺期的最差。我是这么来想，那些筑基期的学科我是懂得基础概念的，我只要把我错过的题好好总结好，考试的时候别再犯错，提分是最轻松的。对于小白期，我就要花比较多的精力了，我得先把课本看一遍，至少看懂了。而且我有些理科高1高2基本上都没怎么听，虽然我高3了，我还得从高1的课本开始看。对于冲刺期，我觉得性价比最低，我累死累活解出一道压轴题才拿个10来分，那我还不如其他学科少错2道选择题。我把科目都分好类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出学科精力分配的最优解了。你去学习的时候，应该优先把精力放在合格线以上的科目，先把它冲到能够轻松拿到80来分就停下来。做这件事的同时，你要把那些不及格的学科，他们的课本先看个2到3遍，你看到书上的例题就直接去看答案，然后看完答案之后，争取你能有样学样的做出来，你就争取靠1个学期左右的时间，把这些不及格的科目冲到稳定在及格线以上。至于那些分数已经很高的学科，你一定要忍住自己去疯狂刷题的冲动，因为哪怕是学科状元，他到底能不能拿满分，其实也是有运气因素的。如果你无脑冲，很容易就翻车了。不把其他学科都冲到筑基期以上，你都不要在这些高分学科去钻牛角尖。第二个小点，考点精力分配。我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一到考试就恨不得把整本书都背下来，他觉得书上的每句话都是重点。但是吧，既然所有的知识都是重点，那就等于没有重点了。他的努力程度的确比我高多了，但是成绩就一直不如我。其实每个学科高考都会有一套稳定的考点分值分布，有些内容是高考重点，可能占了30分以上，有些知识就不一定了，可能整本选修的教科书就只占了5分。所以我们去学的时候，并不需要把每个考点都吃透彻了，我们只要把大部分分值高的考点都拿下就 OK 了。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很容易受到老师的影响，因为在高3之前，你的老师都需要给你讲新课，那比较负责任的老师呢，可能会在重点的地方花比较多课时，但是不负责任的老师可能直接就对着课本直接练下去了。比如学长那时候的高中，虽然在省里面的排名也数1数2了，但是我也遇到过这种上课比较水的老师，而且往往是这种特别水的老师，他越是会要求我上课要一字一句的听，越是水平不行，他就越是喜欢凶巴巴的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在走神摸鱼。当时我就受不了了，我要是这么跟着他没有重点的学下去，我迟早会像他这样考个垃圾大学，毕业后就只能练 PPT， 混吃等死的过日子，还要误人子弟。我当时就意识到，我必须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我是这么来实操的，我对着每个学科都下载了一份高考考点分值分布表，然后你还可以把3年的课本都尽快买回来，反正花不了你几块钱，实在不想掏钱就找些免费的 PDF 吧。接下来对着你的课本目录还有考点分值分布表细细的分析下去。如果你发现你现在这个科目的老师他正在教的内容其实高考分值不高的，而且他还讲得特别的慢，那么你上课就可以偷鸡摸狗的用这段时间去复习或者预习其他分值占比比较高的内容，或者把这个学科的精力挪去补强其他学科。这篇文章发出来之后，有个粉丝就在私信问我，他说学长啊，虽然我很想按照你的方法来实操，但是我们每个月都要月考，如果我不是每时每刻都全力以赴，月考会很难看，感觉很难执行这个精力分配的计划。当时学长是这么来回答他的，年轻人啊，在好的高中月考次次第一，高考也第一，这种人已经是状元层次的超人了，他们的排名都可以进 0.01% 了。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我们高中3年其实就只有一场考试，就是每年6月份的高考。哪怕你月考考得再难看，只要赢了高考，你的3年就胜利了。哪怕你考不上清华北大，你考个复旦、人大、中科大、南大之类的，不香吗？其实学长毕业后也跟当年的老师聊了很多，他们告诉了我一个秘密哈，老师在出月考卷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很烦的。因为每次月考，老师都要按照你们在学的内容去编一份完整的考卷。虽然是编，但是为了编完整，它难免就要加一些偏题怪题。比如生物讲到遗传，遗传的计算题在高考的分值其实是很低的，但是因为你们在学必修2，老师就得给你们编 N 道计算题来拉开同学们之间的差距。你要是跟着这个月考的节奏，你想一想，是不是平白无故浪费了很多精力？第二点，时间分配。讲完了精力分配，我们接着来讲讲时间怎么分配吧。如果你是个高中生，那么你在一天里面能够做的事情就只有这么几个维度：上课、看书、思考总结、做题、借鉴前人，就这么5个。那大部分普通学生，他们其实对于自己每天的时间应该怎么分配是没有概念的。他看见了宿有关的灯还在刷题，于是他也爬起来刷题。他去上课了，虽然他感觉老师讲的都是书上已经有的废话，但是他看见同桌在记笔记，于是他也在纸上随便抄一下。基本上就是别人干啥他也干啥，虽然说不出来有什么用，但是大家都在干，那么我也这么干吧。它就像一艘随波逐流的帆船，风吹到哪它就飘到哪，最后撞到礁石上就沉船了。而且极大多数普通学生，他们的时间是这么分配的：大部分时间优先上课，小部分时间刷题和看书。而对于学神来说，他们的时间应该是这么分配的：先拿小部分时间借鉴前人，然后留时间思考总结，剩下的才是看书、做题、上课。想要成为学神，就必须懂得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这里我再举几个学神的例子，通过对比学渣和学神之间的差距，我来告诉你成为学神的时间分配实操指南。学渣和学神的第一个大区别，学神能认识到自己的弱小。看视频的同学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越是不怎么牛的人，越是觉得自己天下无敌，越是小流氓，当杠精就永远是第一名，别人不管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反而是那些真正的大佬，他们都会特别谦虚，越是牛逼的人就越是喜欢请教别人。学长的身边就有这种大牛朋友，我每次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虽然觉得自己挺菜的，但是他们都会很虚心的听完，一边听还一边想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启发，而且他们总会偷偷埋单请我吃饭。反而是一些半桶水的朋友，哪怕我给他们的意见非常给力，他们也会疯狂打断我说话，还要白嫖我一顿饭。所以同学们，白嫖真的不是一个好习惯哦。其实越是学神，越会觉得自己弱小，他们会更加重视前人的经验教训。真正的学神会把时间分配给借鉴前人这件投产比极高的事情上面。比如网上其实有很多高考大神，这些大神他们能用非常短的文章和视频，把一个学科的本质都彻底告诉你。举几个例子，我自己的经验总结：英语的本质就是背单词和固定搭配，懂一点语法，然后刷大量的阅读和完形填空来找语感和体感。那物理的本质呢，其实就是懂得公式概念，懂得应用场景，分拆题目的物理阶段，补齐公式，然后心平气和的解方程。然后历史的本质更加简单，高考只考察基础史实以及题目关键词背后的套路。我个人的看法是，前人无数多总结出来的经验都免费放在网上了，而且都经历过了网友们的考验。你想一想，那些学渣自己闭门造车死憋出来的方法论，能有我们这些已经想过、做过、考过的学生强吗？所以不管是上网收藏文章，还是直接找个名校的师兄师姐，或者是请教一个靠谱的老师，你都需要先开拓自己的视野，把一个学科的本质搞清楚先，不然怎么花时间都是很低效的。学渣和学神的第二个大区别，学神会想办法节省上课的时间。学长高中的时候有个同桌，他每次年级都能排进前5，现在他已经在麻省理工在当教授了。他当年上课的时候，我有偷偷观察过，我发现他听课就是3心2意的听一会就刷一下手上的题，然后到了老师讲重点，他才抬头记了一下笔记。而我当年就是特别傻的认认真真的听课，结果我每次考试都不如他，我的心里是真的气啊。后来我就想明白为啥自己考不过他了。其实对于那些基础牢固的同学，他在上课的效率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学神会想办法去节省上课的时间。如果你正在看视频，你可以自己试一下，你用嘴去说一段话比较快，还是你用眼睛去看一段话比较快？
眼睛和大脑的速度是远远高过嘴巴的速度的。平时我上课听老师讲那些自己已经完全懂的知识，是最浪费时间的。因为我知道老师讲的内容其实就是老师用书再加上他平时的一些考试经验来给我复述一遍而已，而且老师哪怕讲得再快都不可能比我看书来得快。所以到了后来，在老师讲课本的时候，我是完全不听的，但是我会提前买一本教师用书以及一本质量 OK 的教辅，这就保证了我看的内容其实比老师讲的还要高一个档次。在老师上课之前，我就已经把这些书看完了，然后上课的时候我就一边听一边做自己的习题册。如果他说到具体的题目，我就停下来听一下，只要他去讲课本本身已经有的内容，我都是三心两意的听一下，把时间都留给自己思考总结，还有自己去摸索做题的规律。学渣和学神的第三个大区别，学神刷题的时间其实占比并不大的，真正占比大的是做完题目之后的分类总结、思考运用场景。学渣做了一道题就是只会一道题，学神做了一道题就是会了100道题。学神做一道题，他就会这么想，这个答案里面用了什么套路，能不能用到别的地方。像我当年我的物理就比较好，我碰到一道题是求那个小球最后的高度的，我就会这么去想，为什么我是要用动能来解高度，而不是用流2来解位移？这个方法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只要涉及到万有引力场的物理模型，而且只问相对距离的时候，我用能量守恒定律就能比较快速的求解？其实实操的时候你不需要刷很多题的，因为任何题目都是有母题的，你只需要把少量的题目做好了、分析好了、记录好了，哪怕是遇到大题也是可以拆解成一个个小场景的。做作业的时候也是一样道理的，老师布置的作业你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做的。你要明白，老师布置作业是面向一个班来布置的，而你自己适合做什么题目，需不需要做那么多重复的题目，你是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按需选择的。学渣和学神的第四个大区别，学神懂得放弃。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看看你有没有中枪。有些同学遇到了难题就非常兴奋，不解出来就不吃饭，总是感觉只要再给我10分钟，我就能把它弄出来。结果 N 个10分钟过去了，就是没解出来，看了一晚上就看了一道题。这时候就只能安慰自己了，我今晚都有在认真思考的，只能欺骗一下自己，今晚还是挺有收获的。实际上吧，他的心都在滴血。如果中枪的话，自觉点在弹幕扣一波中枪哈。其实这是不可取的，学神是绝对不会这么去做的。学神去实操的时候，如果遇到了一个高考真题，10分钟内都毫无头绪，他是会果断看答案，然后就开始细致的分析，我刚才是不是漏了一些重要的条件，所以我没想出来，还是说我忘记了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所以想不出来。然后我就会把这些思路和犯过的错误都记录到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同学可能觉得你10分钟就直接看答案，怎么能锻炼自己呢？其实高考在每个题目上留给你思考的真的最多就只有10分钟了，而且看答案不等于不思考，不等于不锻炼自己，把更多的时间分配在思考答案，只要你总结好多去看，你考试的时候同样能回想起来的。看和模仿同样是获得进步的一种方式。子曰：思而不学则殆。死憋不仅是时间性价比最低的，而且它还是有害的。看到这里，你已经啃完了这期视频最难的内容了，还有5分钟我们就下课啦，记得一键3连丢进收藏夹，防止迷路哈。接着我们来说第3点，心力分配。其实心力分配就是自己的情绪力分配，那每个人的好情绪其实都是有限的。这里我们不多废话，学长直接告诉你心力分配最优解的实操指南。第一个是关于心态的，我很喜欢一句话，缓慢而稳定的赢得比赛。你会不会这个样子，周一到周四狂飙猛进的学了几天，然后到了周末就开始躺尸颓废了，然后下周一回来，因为自己一周末都没学习，突然就感觉上周学过的知识点变得很陌生了。其实真正的学神，他会情愿在周一到周四牺牲一点学习时间，也不会让自己的情绪有太大的压力，然后他会等到周末的时候保证好学习时间，一举去吊打伪学霸。总而言之，就是保证自己每天都在跑，虽然看起来加速度不快，但是它的平均速度是最优的。第二个点是关于情绪，我很早就认清了这个事实了，过分的愉悦或者过分的痛苦都不是什么好情绪。我一直认为没有情绪的大起大落才是我最开心的时候，这才是我的 inner peace。
对于高中生来说，影响情绪最大的原因通常是校园恋爱。学长其实是很开明的，我觉得校园恋爱没什么问题。我的实操建议是这样的：第一，要么你要早点谈恋爱，等到你高三的时候就已经身经百战、处变不惊了，这是 OK 的；要么你就是压根别去谈恋爱，反正到了大学有无数多的帅哥美女等着你。最惨的是那种没谈过恋爱又默默地暗恋着别人、患得患失的同学。对最后一种同学，学长说一句话来点醒你哈：谈恋爱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你现在患得患失，是因为你没经历过，所以才抱有不切实际的憧憬。其实恋爱就那么一回事啦。这就好像你如果这辈子都没开过车，可能还会好奇开车是什么感觉，心里面有点痒，想开一下试试。但是像那些老司机天天开车的，比如说我自己哈，一碰到方向盘我就开始烦了，一上车我就开始路怒症发作了。谈恋爱也是一样道理的，谈过的都知道，就那么一回事了。第三个小点是关于休息，如果任何人，哪怕他是大的 UP 主，如果他告诉你你现在要发愤图强，不能再去休息和玩手机了，这都是不对的哈。我们之前就说过，人的好情绪是有限的，所以你必须通过休息以及娱乐来让自己能够缓慢而稳定的赢得比赛。说完了心力分配，我们最后来说一下第四点，体能分配。我当年高考后，我其实观察过身边那些省排名在前100的同学，无一例外，他们不仅成绩好，而且身体素质也特别的棒。尤其是那个最高分的状元，一直是我们学校的长跑冠军。如果你身边有讨厌的同学，他们成绩挺高的，但是弱不禁风，跟林黛玉似的，那么你可以很放心，他高考肯定会拉垮的。要成为学神，你的身体素质是不能太差的。人的注意力和人的健康水平是有正相关的。我的看法是，你每周至少要留2到3个小时的运动时间。具体运动多长，你可以这么来实操。一开始你每周运动2个小时，如果你发现你的睡眠质量、入睡时间还有精神状态都有明显变好的话，下周就再加半小时。继续变好的话就继续加，如果没有明显改变了，就可以不增加了，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如果正在看视频的同学，你还在练中学，那么你一定要趁高三前把身体练好了。这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因为到了高三你就进入了冲刺阶段了，很有可能你连运动的时间都不能保证，整个高三基本上就在吃你前2年的老本了。以上就是8000字的实操指南，让你对着操都能成为排名前1%的高中生。全文的思维导图可以看这里哈。如果你能坚持看到这里，那就说明你很有希望能够成为排名前1%的高中生。建议长按点赞，一键3连，看到就是赚到。老学长干了7天7夜，还恬不知耻地勾搭了以前的省状元同桌，给我校对了一下。这期视频实在是过于干货了，如果没有人给我3连的话，说不定过几天我想不开了，我就把它给删了。我是硬核学长2077，只分享能实操无痛苦的高效学习方法。就这样吧。